我竟然穿书了，还成了给这本烂俗小说男主垫脚的恶毒反派。检测到宿主觉醒前世记忆，文娱反派系统已绑定，改变原书主线，剥夺气运之子集合，可获取人气值，用于兑换顶尖文娱作品与特殊道具。只要这辆车过来的时候，我假装被人挤得失去平衡，顺势扑向苏雪儿，把她推开。这波完美的英雄救美，绝对能拿下她的好感度。小心那辆车！陆少好帅啊，单手就把人扔飞了。谢谢你。走路不长眼，你也配当主角？成功截乎气运之子英雄救美剧情，改变主线走向，人气值暴涨加5000。陆渊，你发什么疯？你凭什么拽我？就凭你那点龌龊的心思，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你算好车速故意撞过去，是想救人，还是想趁机占便宜？血口喷人，老子弄死你！教导主任明显偏袒林天啊，想用这点低级手段把我踩在脚下，简直愚蠢至极。霸凌，林天，你颠倒黑白的本事倒是比你那拙劣的演技强多了。你少转移话题，打了人还敢这么嚣张，大家可都看着呢。消耗1000人气值，兑换十字路口全景高清监控录像，无死角版。巧了，我这人最讲理。这 U 盘里是今天早上路口的监控录像，不如好好看看你口中的好学生到底干了什么龌龊事。这分明是蓄意谋划的车祸！太恶心了吧！为了博取校花好感，竟然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这就是你标榜的正义，用别人的命来给你铺路。像你这种人渣，不配留在星芒。退学吧。星芒学院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学生来决定去留了？赵总，您怎么亲自来了？林天是我们鼎盛互娱看中的潜力新人，马上就要签约。今天的事不过是个误会。误会？监控摆在这里，鼎盛互娱是准备连脸都不要了。陆渊，我知道你家里有点资产，但在文娱这个圈子，资本说了算。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林天，我保定了。如果你敢继续咬着不放，我代表鼎盛互娱向你下达全面封杀令。不仅是星芒学院，整个文娱圈都不会有你陆渊的立足之地。嘿嘿，小丫头片子，你别不识好歹！你这副尊望，走到台前能吓死观众，能让你给我们鼎盛互娱的新人代笔，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签字，这份买断合同签了，以后你写的歌就全是我们林天少爷的原创，没你半毛钱关系。这些曲子是我的心血，我不想卖断，求求你们放过我！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呦，他断了！滚！鼎盛互娱想用吸血的方式捧红林天，我偏要断了你们的根基。消耗3000人气值，兑换神级曲谱破晓。你是谁？这曲谱……我是陆渊，我看过你的底子，你是真正的天才。签给我，我让你做这个时代的音符女王。哟，这不是被全面封杀的陆大少爷吗？怎么躲到这发霉的地下室来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大言不惭的想签人？就这种丑八怪，也就你当个宝。今天这曲子他不卖也得卖。封杀我，就凭你们这种连一首原创都拿不出来的废物资本。陆渊，你没事吧？我听说鼎盛，苏雪儿。雪儿，按谱子唱，让这群只会吸血的废物听听，什么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我的天，这是什么神仙嗓音？这词曲简直是降维打击，这才是真正的原创。林天之前发的那些口水歌，连这首歌的一个音符都比不上。星芒
王学院的实力吗？鬼秋出完整版。停下，别唱了，你们这是在侵权！给我把他的手机砸了，快切断直播！找死！怎么，林大才子被扒下虚伪的画仪，开始狗急跳墙了？直播间的所有人看清楚了，这就是鼎盛护鱼和这位所谓原创才子林天干的好事，利用资本打压逼迫真正的天才，转头就射上你林天的名字，赚取千万光利。你这不叫原创，你这叫吸血的寄生虫。我叫楚楚，林天所有的成名曲全是我写的。如果我不签，他们就要废了我的手。我操！你今天抓这个畜生，推网吧垃圾，引发全网轰动，人气值疯狂飙升中，当前人气值突破30万。林天，这只是剥夺你气运的第一步，好戏还在后头。不，这不是真的，你们这是污蔑，是 AI 合成的。陆渊，鼎盛护鱼不会放过你的，你给我等着！从今天起，没人能再欺负你们。跟我走，去迎接真正的破晓。陆少，这里真的是给我们用的吗？这里的租金一天要我以前1年的生活费了吧？不用叫我陆少，这里是我直接买下的，以后就是破晓娱乐的初创基地，也是你的家。卡里有100万，是预付给你的生活费和制服费。楚楚，你不需要再为了生存向任何人低头，我要你把所有的才华都砸在接下来的音乐上。陆渊哥哥，谢谢你，我的命以后就是破晓的，我一定会写出让所有人都震惊的曲子。鼎盛护鱼现在肯定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加入破晓，意味着你要和整个文娱圈最大的资本为敌，你不怕被雪藏吗？苏雪儿，只要有这2人在，文娱帝国的基石就稳了。很好，原书女主的死忠成就完成，检测到宿主成功收服模块核心成员，满足前置条件，奖励初创资金5000万，企业运转光环加载完毕。从今天起，破晓娱乐正式成立。我们要做的不是遵守规则，而是碾碎鼎盛护鱼，建立属于我们的新规则。陆少，不好了！之前联系好的3家星级录音棚突然全部单方面违约，甚至连设备供应商又断了我们的货。鼎盛护鱼下达了全行业封杀令，谁敢接破晓的胆子，就是和鼎盛作对。冷大小姐，大家都是明白人，你虽然是校董的女儿，但在这文娱圈，鼎盛的面子你不能不给。这间闲置的录音棚，今天必须无限期租给我们，供林天复出录制新专辑《洗白》。只要我出了新歌，我就能把那场直播说成是陆渊恶意剪辑的陷害。冷霜，你最好识相点儿，别为了一个死人挡了鼎盛的财路。王总，你在教我做事？一个靠代笔包装出来的废物，也配用我冷霜的场子洗白？你们鼎盛护鱼的垃圾桶满了，别往我这里倒。冷霜，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已经被行业雪藏2年了，难道真想看着自己手里的资源发霉变烂？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在圈子里彻底待不下去？鼎盛护鱼好大的威风啊！跑别人的地盘撵你狂吠，谁给你们的胆子？陆渊，你怎么进来的？保安呢？外边那几条看门狗已经躺在地上反省了。林天，你这过街老鼠不在下水道里躲着，还敢出来丢人现眼？你就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陆渊。好啊，你已经被我全网线下封杀，没有场地，没有资源，你那个破作坊就等着倒闭吧。今天这录音棚，我看谁敢租给你。封杀我？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降维打击。冷霜，曾经的金牌经济，商业场上的嗜血利刃，就甘心在这张躺椅上发霉到老吗？哦，陆家那个有名的败家在，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给我评头论足了？因为只有我能给你一个碾碎鼎盛护鱼、重塑行业规则的战场。这间录音棚我征用了。陆渊，你做梦！冷霜，你要是敢把场地给他，鼎盛绝对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闭上你的臭嘴！盛算什么东西，也配在这里大放厥词？楚楚，把破晓的各项网络数据砸在他脸上，让他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王。破晓清唱版视频发布仅12小时，全网播放量突破1亿，霸榜各大音乐平台飙升榜第1名。而你们林天的所有歌曲，因为被联合抵制，已经全面下架。不可能，这绝对是刷的数据，
假的，全是假的！假？你们这种只会制造工业垃圾的资本，怎么会懂什么是真正的才华？王总，滚回去告诉你们董事长，洗干净脖子等着。这只是开始，我会把鼎盛护育的市场份额一点一点全部吃干抹光。好，好，陆渊，你给我记住，我们走着瞧。骂的倒是痛快，但陆渊，你真以为靠一首在网络上爆火的歌，就能撼动资本的根基？鼎盛护娱垄断了全国70%的宣发渠道和院线资源，你现在空有人气，没有渠道，没有强硬的后台运作，你的破晓娱乐不过是狂风巨浪里的一叶孤舟，随时会被打翻。你的小打小闹，我不感兴趣。如果我只有一首歌，那叫浮游寒暑。但如果我有整个时代的瑰宝呢？神级作曲家，加上天籁之音的王牌歌妃，再加上手里我无穷无尽的资源库。冷霜，我不是来找你过家家的，我要参加下个月的全网新星竞演，在鼎盛护娱的主场，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踩碎他们的王座。我要你做破晓的执剑人，所有的商业运作全交给你。你敢不敢接下这场颠覆行业的豪赌？这不仅仅是顺从，这是天才与野心家之间最极致的共鸣。既然你想玩命，那我就陪你疯一把。从今天起，破晓娱乐的商业版图我接手。核心团队集结完毕，鼎盛护娱，你的丧钟敲响了。鼎盛护鼎和官方宣布资源力审批机器人空降全网新星竞演，并放话要让所有竞争对手查与回宫。倾尽资源，看来鼎盛是铁了心要在竞演舞台上把你彻底碾碎。陆总，你的战书下得够狂，但对面这反扑的力道可不是闹着玩的。碾碎我，就凭王总那头肥猪，还有林天那个只会偷鸡摸狗的废物。既然他们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送死，那我们在正式开战前，先去收点利息。收利息？去哪儿？鼎盛护娱的大本营。王总您看，这是我联系了顶尖的视觉外包工作室，日夜赶工画出来的舞台视觉企划和配套连载漫画，只要在竞演前发布，我就能炒自己是跨界天才。到时候陆渊那个拿什么跟我斗？哈哈哈！林天，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我要让全网都知道，我们鼎盛的新人是百年不遇的全能奇才。王总，我们拦不住他。陆渊，你这个疯子怎么进来的？这里是鼎盛护娱。陆渊，你太猖狂了！保安，把这个擅闯公司的暴徒给我抓起来！全能天才，跨界画稿。林天，你除了会像个寄生虫一样到处吸血，还会点什么？放开我，你个混蛋！这是我翻身的资本，你不懂这画稿的含金量。含金量？不，我的画！陆渊，这是蓄意破坏他人财产，我要报警抓你！报警？王总，你最好先看看这个。半小时前，林天挂靠的那家视觉外包工作室已经被破晓娱乐全资收购。根据连带协议，林天在工作室产生的所有创作手稿、版权，甚至连他这个人，现在都是我陆渊的私有财产。我把你买下来，不是为了欣赏你的才华，我只是为了当着你的面，把你引以为傲的垃圾一点一点撕碎。我要让你知道，在我面前，你连一条丧家之犬都不如。陆渊，你是个魔鬼！陆总，耍威风是爽了，但我们现在面临一个致命危机。我刚刚对苏雪儿进行了全面的声乐和心理测试，她的音色确实是万中无一的顶级，但是她患有极其严重的创伤性舞台恐惧症。只要处于被强光注视、被人群围观的环境下，她的声带就会因为极度紧张而痉挛。在全网新星竞演那种几万人瞩目的大舞台上，她绝对会失声崩溃。冷霜姐，雪儿只是还需要时间适应，她唱歌真的很好听的。商场如战场，竞演只剩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给她做心理建设。陆渊，如果她上不了台，你的整个商业帝国就是个笑话。舞台恐惧症，看来原著里留下的心理阴影比想象中还深。检测至宿主需求，成功兑换，消耗声乐导师已开启，消耗5万人气，成功兑换舞台感染力。恐惧，那就把恐惧彻底碾碎。冷霜，准备排练法，把灯光和假人全部布置到最极端的程度。你疯了！你想用休克疗法，这会彻底毁了他。按我说的做，从现在起，我亲自接手他的特训。我做不到，
他们在看我，全都在看我。够了，马上关掉音乐，这根本不是特训，这是在折磨他。陆渊，事实证明他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作为破晓的总经理，我要求立刻终点排练。我们要么马上寻找替补歌手，要么直接宣布退赛，保留最后的体面，不要在废子身上浪费资源。你说谁是废子？他连开口都做不到，这就是商场的现实。我是为了公司的利益。陆渊，你疯了吗？放开我！冷霜，我警告你，你只是我的执剑人，不是我的大脑。在我这里没有退赛，也没有替补。永远不要用你们资本那种短视而愚蠢的目光来衡量我选中的天才。你就在这里，给我睁大眼睛好好看着，看我怎么把他打造成这个时代的真神。对不起，陆渊，对不起，我真的很害怕，我唱不出来，你换人吧。开启全能声乐导师精通，紧锐捕捉他的情绪节点。害怕？你在害怕什么？害怕台下的那些假人，还是害怕失败后被人嘲笑？视线，所有的视线都在刺我，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个怪物，他们都在笑我。看着我，苏雪儿，你告诉我，在地下琴房的时候，你为什么敢唱？那时候你就不怕吗？因为那时候只有你。没错，因为你有想唱给的人。你以为唱歌是为了迎合台下的那些蠢货吗？你错了，真正的歌者是用声音去征服世界，而不是被世界审视。他的心理枷锁太重，单纯的言语刺激不够，必须彻底剥离他的视觉恐惧。既然你害怕被注视，那就不要看了。陆渊，我看不见了，好黑。黑暗才是最安全的堡垒。现在，你的世界里没有观众，没有评委，没有鼎盛呼吁那些跳梁小丑。感受我的心跳，听着我的声音，告诉我，你脑海里现在剩下的是什么？旋律，还有你救下我时的画面。那就把这些画面用你的嗓子给我吼出来，不用管技巧，不用管音准，把你在那个不见天日的过去里受到的所有委屈全部给我炸碎。放伴奏，最大音量。我不想再做一个懦夫，我不想让陆渊失望，我要唱歌。天籁，这简直是降维打击，这怎么可能？他居然真的做到了！恭喜你，苏雪儿，你活过来了，很好。我收回之前所有的愚蠢言论，破晓娱乐必定会成为华语乐坛唯一霸主。热身结束，该让外面的世界听听破晓的雷声。楚楚，这里的高潮部分，我觉得可以加入一点小提琴的颤音，更能凸显撕裂后重生的感觉。没问题，雪儿姐，你现在的音位完全撑得住。陆总给的那几份神级 demo 简直是作弊器，我已经把编的层次感拉到了最满。太完美了！这首歌一旦在竞演舞台上放出，绝对能把鼎盛那帮工业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垃圾按在地上摩擦。陆总，曲目正式敲定了吗？敲定。这首歌就是我们刺穿鼎盛心脏的最终杀器。莫小娱乐，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我听说他们那个叫苏如雪的主唱，是个连台都不敢上的结巴。全网新星竞演，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天才，什么是资本的底蕴。跳梁小丑。陆总，鼎盛互娱已经砸了3000万的宣发费用给林天造势，现在全网的舆论都在嘲笑我们破晓是不敢应战的缩头乌龟，我们要不要提前放出一点风声反击？不，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爬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才会粉身碎骨。楚楚，锁定最终母带双，切断所有对外发声渠道，保持绝对静默。苏雪儿，保护好你的嗓子。是，陆总。是，陆总。是，陆总。破晓战车已全面武装。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3天后的竞演直播现场，当着全国几亿观众的面，把林天的尊严、王总的傲慢，还有鼎盛互娱的垄断王座，统统砸个稀巴烂。林天，你自以为有资本撑腰就能翻盘，你根本不知道你面对的是怎样的维度碾压。陆渊，你以为你藏得很好吗？竞演那天，我保证苏雪儿连星芒学院的大门都走不出去。想在物理层面解决苏雪儿，
王总，林天，你们的手段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下水道里。打开商城特殊类目，筛选网络追踪与安全反制相关技能，锁定任何网络与通讯信号的绝对物理坐标，售价5万人气值。全息安保反制卡激活后，宿主所在建筑将形成绝对与物理与网络双防御网，任何恶意入侵者将被自动标记并切断对外联络，售价3万人气值。鼎盛互娱总部大厦顶层 VIP 机密包厢，原来是你们这两条疯狗在抱团取暖。这里是破晓娱乐的私人办公区域，谁允许你们闯进来的？保安呢？保安，冷大经纪人，你指望楼下那几个老弱病残拦得住鼎盛的人？鼎盛互娱的狗不在你们主子面前摇尾巴，跑我们破晓来狂吠什么？冷霜，别给脸不要脸！我今天是代表王总和林天少爷来给你们下最后听牒的，去把陆渊叫出来，这份大礼他必须亲自收下。陆渊，明人不说暗话，这是鼎盛的最终方案。王总愿意出资500万，收购破晓娱乐90%的绝对控股权，苏雪儿和楚楚的所有版权无偿划归鼎盛互娱所有。500万买走我们所有的心血和版权，还有90%的股份，你们明明就是明抢！明抢，小丫头，这是资本的恩赐。陆渊，你以为弄个什么神级 demo 就能翻盘？经验场地外围，我们已经安排了100多号人死死盯着，只要你今天敢拒绝，我保证后天的竞演，苏雪儿连这个基地的大门都走不出去，她会被永远钉在怯战逃兵的耻辱桩上，一辈子也别想翻身。算你识相，赶紧签！陆渊，你他妈疯了！你敢撕鼎盛的协议？回去告诉王总和林天，这点钱留着给他们自己买棺材。滚！否则我让你们横着出去！好，陆渊，你有种！我看你们后天怎么死！陆总，痛快是痛快了，但是鼎既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威胁，他们绝对在星芒学院外围布下了天罗地网。我们如果硬闯，恐怕会有危险。谁说我们要去现场了？不去现场？不去现场怎么参加竞演？难道我们要主动弃权？既然资本想在物理层面上封锁我们，那我们就用维度打击碾碎他们。是。后天我们要在这里利用黑客技术接管竞演现场的大屏幕，同时打通全球网络节点。我要让全世界的人同时听到破晓的轰鸣。王总，您放心，我们已经把星芒学院围得水泄不通了。只要那个叫苏雪儿的敢露头，我保证让他这辈子都开不了口。王总，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老大，这都快到直播时间了，破晓娱乐那帮人连个影子都没见，估计是吓破胆躲在狗窝里不敢出来了。哼，跟鼎盛斗，陆渊那个废物就是找死！让兄弟们招子放亮亮，一只苍蝇都别给我放进去！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林天就是为这个舞台而生的。哦，听说有一位号称天才的选手，到现在还没敢出现在现场。破晓娱乐，我看是破产娱乐吧。有些人没有那个实力，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当缩头乌龟的滋味好受吗？是啊，苏雪儿作为参赛选手无故缺席，这种极其不注专业的行为，简直是对音乐的亵渎。反观林天少爷，基本功扎实，舞台表现力堪称完美，这才是我们全网新星的表率。陆总，神级黑客技能权限已完全接入，防火墙突破进度95%、98%、100%。星芒学院现场大屏幕的主控之权已夺取，国内独立音乐平台、海外3大流媒体渠道同步接口已全部强行打通。陆总，倒计时最后2分钟，随时可以切断鼎盛的推流。很好。陆渊。
到那么多镜头，我怕我唱不好，我怕毁了破晓的希望。闭上眼睛，忘记镜头，忘记这个肮脏的世界。你不需要看任何人，你只需要知道，我就站在你身后。今天，你只为我而唱。是渊，我只为你而唱。破晓降临，切断他们的信号，给我全网同步直播。在无尽的黑夜里撕裂伤口，那些嘲笑与泥泞，终将煮酒忘作。让破晓的锋芒斩断这虚伪的铁锁，迎着风暴加冕为王。破晓，破晓，苏雪儿，陆渊，破晓，陆渊。这不可能！他明明是个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废物才拔少爷，他怎么可能拥有这种神奇的唱功？这不可能！鼎盛的黑幕滚出娱乐圈！退赛，明天退赛，垃圾资本滚出去！闭嘴！你们都给我闭嘴！我才是主角，我才是被资本选中的天命之子。陆渊，你作弊！你这个恶魔！闭嘴！你们都给我闭嘴！我才是主角，我才是被资本选中的天命之子。废物，全他妈是废物！花了几千万的宣发。居然被他们用黑客手段反向接管了直播！王总，不好了！由于直播事故和破响娱乐那首歌的碾压级表现，全网舆论已经彻底倒戈。我们鼎盛互娱的股价在短短10分钟内直线跳水了15%，而且还在跌。完了，全乱套了！陆渊，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丁，成功粉碎气运之子林天的竞演阴谋，极大掠夺主角气运。丁。宿主展现神级舞台，引发全网崇拜，人气值暴涨，当粉人数加10万加30万，当前85万。恭喜宿主，破晓娱乐威望等级提升至崭露头角，解锁高级文娱作品兑换权限。雪儿姐，我们成功了！你看到了吗？各大平台的实时热歌榜，我们已经空降第1了，少了第2名林天整整10倍的播放量。渊，谢谢你，是你给了我新生，从今以后，这副嗓子，这条命都是你的。你应得的。陆总，你的这一手维度打击真是让我大开眼界。鼎盛互娱的股价已经蒸发了10几个亿，这杯酒敬我们伟大的胜利。胜利，这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试水罢了。听着，从今天开始，破晓娱乐正式向这腐朽的文娱帝国王座进军。鼎盛互娱林天王总，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是，陆总。陆总，昨晚的直播反击战效果极其惊人。鼎盛互娱的公信力已经降至冰点，林天的剽窃丑闻彻底坐实，但这群资本劣豪不会就此罢休。我收到内线消息，鼎盛正在紧急收索资金，准备利用他们在传统渠道的霸权，对我们进行全面封杀。封杀？他们也只配玩这些上不了台面的老把戏。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都是徒劳。乘胜追击，破晓娱乐必须在他们喘息之前，彻底定死这个棺材板。这是我们的下一首单曲，名为《涅槃》。我要你们在3天内完成录制。这首歌将是撕碎鼎盛互宴垄断网的绝对利剑。3天，陆总放心，哪怕是不吃不睡，我们也绝对把这首歌打磨到完美。我的声音只为您而战。陆渊，你这个疯子，你凭什么赢我？陆渊，你别以为你赢了，我是被鼎盛选中的人，我是天命之子，王总一定会派人来救我的，他手里有无数的资源，你这个草根翻不了天的。清醒点吧，林大少爷，这是鼎盛互娱今天凌晨发布的公告，他们已经单方面宣布与你解除一切合作关系。
并将昨晚的直播事故全部推到了你的头上。你现在不仅身败名裂，还背上高达8000万的违约金。你已经被你的主子像用过的破抹布一样丢弃了。不可能，这不可能！我是主角，我写的剧本企划是无敌的。这就是你所谓的才华，毫无逻辑的剧情推进，生硬做作的降智反派，以及除了堆砌后宫毫无内涵的男主设定，这种垃圾也配称为作品？不，我的心血！你的傲骨，连同你的气运，从今天起都被我彻底踩碎。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这宏大的世界观，这不可思议的分镜设计，这种超越时代的故事节奏，你怎么可能写出这种东西？给你2个选择：第一，滚出这里，去面对鼎盛护域8000万的违约金和全网的破码，在臭水沟里度过余生；第二，签下这份枪手协议，这辈子隐姓埋名，在这个漆黑的画室里，做我破晓娱乐最廉价的画图机器。你这是在杀人诛心！我倒数3个数，3、2。丁成功粉碎气运之子最后的心理防线，气运掠夺进度达到80%，恭喜宿主获得巨额人气值奖励。冷霜，把他关进负1楼的画胖，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他踏出房门半步。是，陆总。再来一次，楚楚，我还能唱。雪儿姐不能再练了，你的声带已经濒临极限了，再这样下去嗓子会毁掉的。不够，这种程度根本配不上陆渊给我的曲子，他给了我新生，我绝不能成为他的累赘。再来，雪儿姐。陆总，雪儿姐她为了突破高音瓶颈，把自己关在里面整整10个小时了，简直胡闹！这是唱歌还是在玩命？陆总，看好他，在他的嗓子彻底恢复之前，不准他再踏进录音棚半步。陆总，出大事了！天塌不下来。说，王总那个老王八蛋动手了，他动用了鼎盛护园背后最顶级的资本人脉，联合了全网最大的3大音乐平台，对我们刚刚发布的涅槃预告进行了毁灭性的限流，所有推荐位全部被撤，搜索权力被降到最低，只要是带有破晓娱乐或者苏雪儿词条的内容，在发布后3分钟内会被系统强制屏蔽。我们的数据现在已经彻底垫底，连一个素人的翻唱都不如。这种权道的绞杀根本不讲任何商业逻辑，纯粹是资本的降维碾压。我们现在就像是被关在铁笼里的困兽。陆总，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否则……陆渊啊，陆渊，你不是很能打吗？你不是黑客技术很牛吗？怎么现在哑巴了？在这个圈子里，资本才是唯一的神。你以为写出几首好歌就能颠覆规则？老子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绝对的绝望！你给我跪下求饶，我或许还能给你留条全尸。王总，希望你的棺材已经选好了，因为很快你就连买墓地的钱都没有了。陆总，既然他们玩黑的，我们只能砸钱硬撕开一条口子。我建议立刻动用公司账户里所有的备用资金，去购买第三方野鸡渠道和地下推流网络。虽然成本极其高昂，但这起码能让涅槃听到一声回响。买第三方渠道，那等于是在向他们制定的规则低头。冷霜，你记住，破晓娱乐从来不在别人画好的牢笼里打架。可是陆总，我们现在所有的出口都被锁死了，不走第三方，难道我们要自己造一个平台吗？不需要造平台，我要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壁垒变成埋葬他们自己的坟墓。立刻下达指令，切断与3大音乐平台的所有对接端口。从现在起，破晓娱乐彻底放弃一切传统渠道的宣发。放弃传统渠道？陆总，这等于自杀。去安抚好楚楚和苏雪儿，接下来的事我亲自接手。传统渠道，在这个短视频与 AI 算法为王的时代，还抱着几10年前的护城河做梦，真是一群愚不可及的老古蛋。系统，打开高阶兑换商城，兑换 AI 影视级渲染引擎和神级 MV 分景库。正在扣除宿主100万点人气值，扣除成功。AI 影视级渲染反器与神级 MV 分景库已下发至主控电脑。哈哈哈！什么狗屁破晓娱乐，还不是被我们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按在地上摩擦？我已经买通了全网10万水军，现在的热搜上全是在嘲讽陆渊江郎才尽的帖子。王总高明，在文娱界，谁敢得罪您，那就是自寻死路。那个陆渊现在估计已经在办公室里急着跳楼了吧？
也有今天。封杀的好，封杀的好啊！等你破产了，我就能重获自由。我才是主角，我才是最后的赢家。好戏开场了，给我全面接管全网核心推荐算法，强制攻料置顶。这是强制全屏推送，怎么可能？让衰年奔日开。我的老天爷，这特妈是人类能做出来的 MV！这高音，这画面，我头皮发麻了！绝了，这才是真正的音乐，鼎盛互娱那些流水线工业拉比算个屁啊！1000万播放，5000万，1000万，破亿了！10分钟破亿！天哪，陆总到底干了什么？他简直是个神！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怎么回事？为什么全网都在推那个陆渊的歌？我们的封杀令是吃屎了吗？我花钱买的10万水军呢！王总，根本拦不住，对方的底层推流算法比我们领先了整整1个时代。我们的水军只要一发黑王，就会被对方的 AI 系统瞬间识别并永久封号。抖云的服务器因为流量过载，刚刚触发了最高级别的熔断机制。王总，我们的舆论防线彻底一步崩溃了。王总，刚才彻底完了，我们的散户股价在3分钟内直接砸穿了跌停板，蒸发了整整60个亿。60个亿！董事会刚刚发来紧急通知，要立刻启动弹劾程序，对您进行疯狂清算。还有关部门已经入驻公司，开始调查我们涉嫌垄断和操纵水军的罪证了。陆渊，你这个魔鬼！宿主成功粉碎反派资本的联合绞杀，实现史诗级舆论反转，人气值呈现海啸级暴涨，加500万，加2500万，当前总人气值3000万。恭喜宿主破晓娱乐威望等级提升至行业霸主，解锁神级影视、动漫全品类兑换最高权限。陆总，鼎盛互娱的股价崩盘了，王总已经被救护车拉走，面临牢狱之灾。我们不仅赢了，而且是将他们连根拔起。这才刚刚开始，文娱圈的毒瘤太多，我要建立的是一个绝对干净、由我破晓娱乐制定规则的新帝国。无论您剑指何方，我的歌声都将为您开路。本台最新消息。破晓娱乐发布的单曲《涅槃》以不可思议的质量打破全球纪录。破晓娱乐总裁陆渊先生表示，将致力于打造正能量文娱生态。不，那原本是属于我的位置，我才是主角啊！涅槃的成功只是敲门砖。冷霜，通知财务。将这次所有的盈利全部投入研发。陆总，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扩张？不，我们要颠覆传统的音综和单曲模式太慢了。我要开启破晓娱乐的第2板块——神级动漫影视。这种构图和光影是目前市面上从未有过的风格。陆总，这真的是我们要做的。楚楚，你是这部片子的核心作曲，我要你用音乐赋予这些画面灵魂。那我呢？你负责主题曲。陆总，我不得不提醒您，影视圈的水比乐坛深得多。如果我们进军动漫大电影，鼎盛护城虽然倒了，但他们背后的资本巨头以及掌握着全国80%排片权的院线联盟绝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会联手封杀我们的发行渠道。排片权，那是旧时代的产物。他们既然守着那堆烂砖头，那就让他们守着好了。我要打造破晓专属的流媒体云端影院，让全世界的观众直接绕过院线，在我们的平台上观看。这是在和整个行业规则为敌。在这个世界，规则是由强者制定，而我就是那个制定规则的人。让楚楚那个死丫头滚出来！我是他亲叔叔，是他唯一的法定监护人。他背着家里签了这种卖身契，我们要带他回家。叔叔，他怎么会找到这里？别怕，有我们在。哪儿来的疯狗，在破晓门口乱吠？你就是那个陆渊！我告诉你，楚楚是我们森川家的人，他还没成年的时候就欠了我们一大笔抚养费，现在他出名了，想赖账门都没有。再说一遍，死丫头，赶紧跟我走！鼎盛互娱的于总说了，只要你把手里那些曲子的版权主让出来，你欠家里的钱一笔勾销，还能给你一笔安家费。不，那些版权是公司的，我没欠你们钱。妈妈留下的钱都被你们拿走了。你个丧门星还敢顶嘴！老子今天就算打死你，也是家事。家事，在我的地盘，动我的人，你是不是觉得命太长了？啊！手断了，杀人了！救命啊！想要钱
想要版权？你等着，我手里有他的监护权证明，你这是非法拘禁，我要告到你破产！够！冷霜，把东西拿出来。楚楚在破晓期间，因为操作失误，打碎了我收藏的一件价值500万日元的古董瓷盘。不仅如此，他还预支了公司1000万的培养基金。按照法律，你是他的亲属，想带走他可以，但这合计1500万的债务，你作为监护者，得先替他还了。1500万？怎么可能？那个破盘子值500万。少1分钱，我就让催收市会去你家坐坐。听说你还有个正在读高中的儿子，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得住这种家风。你是魔鬼，你这是敲诈！这是在教你做人，滚！再让我看到你碎的就不是手腕，而是你的命。陆总，那盘子是假的，但保护你的手段是真的。楚楚，从今天起，你只欠我一个人的债。陆总，为什么要改成1440万？你妈妈留给你的成长基金，守护了你12年，1440万，刚好是每月10万，还款12年。这不只是一份欠条，它是你的护身符。只要这份债务存在，你叔叔那样的吸血鬼就永远不敢靠近你，因为一旦他们想主张权力，就必须先背负这笔债。您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只是一个只会作家和写曲的笨蛋。因为你是我的资产，我陆渊的东西，哪怕是一根头发，别人也别想碰。我签，陆总，这辈子楚楚的命都是您的。关键废材楚楚忠诚度提升至100%，死忠。宿主获得天籁之音强化光环，人气值加200万。后顾之忧已除，接下来的动漫电影才是真正的战场。苏小姐，技巧没问题，但情感不够。抱歉，我再试一次。陆总，雪儿的性格太纯粹了，她对您的感激盖过了歌曲中那种孤独的底色。这样下去，这首歌撑不起电影的结局。你们都出去。陆总，我说清场，所有的设备保持录制状态，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来。陆总，我是不是让您失望了？苏雪儿，你以为现在这种安稳的生活就是永远吗？陆总，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如果我不再保护你，如果你重新回到那个被人嘲笑、被人践踏，只能躲在黑暗里发抖的琴房，告诉我，那时候的你会怎么唱？去求那些伤害你的人，还是在孤独中腐烂？不要离开我！那就唱出来，把你的恐惧、你的挣脱、你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全部唱出来！不要为了我唱，要为了那个在深渊里挣扎的你自己唱！这就是我要的神之序曲。陆总，被我言中了。以华影院线为首的3大巨头，联合了全国所有的主流宣发渠道，下达了正式的封杀令。他们宣称我们的动漫电影《深渊行者》涉嫌恶性技术竞争，禁止在所有线下院线排片。不仅如此，他们还封锁了各大城市的户外大屏广告位。意料之中，这群旧时代的僵尸总是觉得只要关上门，天就永远不会亮。但电影如果没有院线支持，光靠线上流量是很难回本的。而且他们还联络了几个大平台的审核部门，准备在我们的片子上线前，以内容不合规为由进行无限期卡审。卡审？冷霜，你忘了我的另一个身份了吗？我已经完成了破晓云端影院的内核搭建，它基于全球分布式服务器，没有任何单一机构能够关停它。他们想封杀我，那我就直接挖了他们的根。我要让观众知道，真正的艺术是不需要向院线交买路钱的。陆渊，你以为你赢了吗？你以为把我关在这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你太狂妄了，竟然在系统升级的时候留下了这么大一个漏洞。我已经拿到了《深渊行者》的核心剧情和关键档期，陆渊准备在周五晚上8点把它独立平台强推，干得好！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些，3大巨头发布他们的提前热发预算，用他的烂片淹没在口水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我要让他跪在地上求我。林天，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戏码，你演得真自然。你以为你泄露的是核心机密？你泄露的是我精心编织的死亡陷阱。冷霜，放出风去，就说我们遇到了不可抗力，项目可能延期。陆总，您这是？势敌已弱，诱敌深入。等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砸进那个所谓的狙击大作里，我再亲手给他们塑造。各位媒体朋友，我们光明审狱集结了业内最顶尖的制作团队，耗资5亿。我们要做的是定义中国动漫的标准。赵总，传闻破晓娱乐的《深渊行者》也在筹备中，您如何看待这个对手？破晓娱乐
一个做直播起家的小作坊也敢妄谈电影。据我所知，他们的项目已经因为技术故障无限期停怪了。陆渊不过是个投机分子，他的神话到此为止了。陆渊，看到了吗？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你的平台还没上线就要夭折了。怎么回事？王雅坏了，还是系统崩溃了？这不可能，他发现我了。林天，感谢你为我筛选出了所有跳出来的杂鱼。快看，那是什么？所有的屏幕都被黑了吗？天哪，是深渊行者！画面太震撼了。如果世界是牢笼，那我便化身深渊。我知道，有人在背后说破晓娱乐不守规矩。没错，我不守规矩。因为在这个充斥着垃圾和垄断的行业里，规矩就是毒瘤。今天，我不仅要发布《深渊行者》，我还要向全行业宣布，破晓云端影院正式开启全透明分成计划。我们要把原本属于资本的利益全部还给创作者。赵总，彻底完了！我们的服务器被疯狂退化的观众挤爆了，股东们发疯一样要求撤资，还有关部门刚才打电话说要调查我们涉嫌不正当竞争。陆渊，你竟然用这种方式！陆渊，你这个疯子，你这个恶魔！林天，感谢你的配合。作为奖励，我会让你在接下来的10年里，继续在这间画室里，为我的帝国画完最后一笔。你杀了我吧，杀了你！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是如何一步步把你梦寐以求的世界彻底变成我的掌中之物。陆渊哥哥，刚才在里面，林天那个样子，真的让人觉得可恨又可悲。如果不是您，我现在可能已经被他毁了。雪儿，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残酷，不是踩在别人头上，就是被别人踩在脚下。我既然把你拉出了泥潭，就会让你永远站在云端。陆总，我也会努力的，我一定会写出更好的曲子，报答您的恩情。楚楚，你的战场才刚刚开始，上车吧。今夜的狂欢留给观众，属于破晓的征程还在后面。陆总，捷报！深渊行者上线不到12小时，全网播放量已经突破3亿大关。破晓云端影院的注册用户呈指数级暴增，服务器运转一切正常。至于赵总那边，他们重金打造的光明神域彻底沦为全网笑时，退票率高达90%。就在半小时前，有关部门已经正式介入调查鼎盛互娱涉嫌偷税漏税和不正当竞争的案子。赵总突发脑溢血，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里抢救。鼎盛互娱的股价开盘即跌停，整个旧资本联盟已经全面崩盘。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失去了林天这个气运之子的庇护，这群吸血鬼根本不堪一击。恭喜宿主成功颠覆旧文娱资本秩序，人气值暴涨50万，当前累计人气值85万。意料之中的事，不过这还远远不够。陆总，您的意思是？痛打落水狗的道理还需要我教你吗？趁着鼎盛互娱病髓，立刻启动吞噬计划。我要你在3天之内全面接管他们名下所有的优质渠道和残余市场份额，不服从的直接碾碎，愿意归顺的打上我们破晓的烙印。全面接管，陆总，这需要海量的资金和极其铁绕的手段，一旦引起反弹，反弹？在这个圈子里，现在我就是规矩，资金不是问题，至于手段，冷霜，别让我失望。明白，我这就去办，绝不留情。系统，打开商店，搜索特殊辅助类道具。正在为户主筛选，筛选完毕。兑换。林天，既然你那么喜欢画画，我就让你画个够。陆渊简直欺人太甚，赵总倒了，他现在连口汤都不给我们留，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啊！慌什么？我已经联系了海外的环球音乐版权机构，陆渊的影视和动漫是厉害，但在音乐渠道上，海外版权库一直是我们卡脖子的王牌。只要切断他们的音乐宣发渠道，破晓娱乐就只能在国内自嗨，根本走不出去。对，掐死他的音乐渠道，让他知道资本的底蕴不是他一个暴发户能颠覆的。
冷霜，你想干什么？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你们的地盘，从今天起，这里姓陆。鼎盛互娱的债务已经被我们破雪娱乐全盘接手，这份是强制收购资产清单。现在给你们30秒时间，签了字滚出去，否则我不介意让安保部门帮你们体面的离开。你这是强盗行径，我们绝不签字。我们还有海外渠道。海外渠道？你以为陆总会在乎那些破铜烂铁？陆总要碾碎你，就像碾碎一只蚂蚁一样简单。陆总，鼎盛互娱名下的7个核心渠道、3栋办公大厦已经全部在您的名下了。那些老骨头连个屁都不敢放。做得不错。陆总，您的手段真是让人着迷。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资本，在您面前就像笑话一样。能成为您手中的利刃，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收起你的谄媚，冷霜，这只是开胃菜。他们不是企图用音乐渠道来卡我的脖子吗？那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降维打击。系统兑换全领域商业霸主专精与神级编曲大礼包，正在扣除50万人气值，兑换成功。立刻通知楚楚，10分钟后来练习室见我。陆总，您找我？抬起头来。楚楚，你还在害怕什么？害怕你那个吸血鬼叔叔，还是害怕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哭什么哭？你个赔钱货，除了干活还能干什么？我怕我做不好，怕让陆总失望。听着，从我把你从地下琴声救出来的那一刻起，你就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废物，你是破晓娱乐的首席作曲之未来的音乐女皇。鼎盛的残党想用海外渠道封杀我，我要你用这张专辑，用你的声音和才华直接击穿他们的防线，把国内的音乐市场彻底垄断在破晓的手中。这种编曲，这简直是神迹！陆总，这首歌的要求太高了，我可能唱不出来这种气势。如果你唱不出来，那我就只能把你送回那个暗无天日的杂物间。陆总，海外版权机构环球音乐正式下达了封杀令，他们不仅拒绝了我们新专辑的海外发行申请，还通过他们在国内的合资平台全面下架了我们之前的几首单曲。现在网络上舆论风向很不利，很多所谓的乐评人都在唱衰我们。一群跳梁小丑，他们以为把大门焊死，我就进不去了。我要的是直接把他们的房子拆了。可是没有渠道的宣发，就算歌曲再好，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爆发现象。渠道，当作品的质量形成绝对碾压时，观众就是最好的渠道。走，去星芒学院的高级录音棚。今天我要亲自见证大魔王的诞生。陆总，这首曲子的跨度太恐怖了，从极低音到海豚音，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情绪的疯狂切换，这根本不是人类声带能承受的极限啊！楚楚，准备好了吗？陆总，我准备好了。在黑暗中寻找光芒的痕迹。不行，情绪完全没到位，这根本压不住伴奏的气势。停！楚楚，你在唱什么东西？你是受害者吗？你在祈求别人的怜悯吗？我给你的神级曲稿不是用来唱安眠曲的。对不起，陆总，我克服不了那种感觉，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笑话。既然你觉得是个笑话，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冷霜，去把外面的狗再放进来，让他们看看破晓娱乐的首席作曲家是个连嘴都不敢张的废物。不要！楚楚，把那些曾经欺负过你的人，那些看不起你的人，全部踩在脚下，把你的愤怒、你的不甘、你的野心，全部通过这首歌爆发出来。你不是在唱歌，你是在对这个世界宣战。再来，撕裂这虚伪的黑夜，让审判的雷霆降临。这还是那个连话都不敢大声说的女孩吗？这简直是魔神降世！完美。
陆总，不好了！我们的内网服务器遭到了不明黑客的疯狂攻击，宣发链的端口正在被强行篡改。陆总，攻击太猛烈了，对方动用了一个庞大的僵尸网络，正试图把我们的新取数据强行替换成乱码。如果不拔网线，母道数据可能会被毁掉。一定是鼎盛那帮残毒干的，他们找了顶级的黑客团队，想在源头掐死我们。陆总，我的哥！慌什么？拔什么网线？既然老鼠主动从洞里爬出来了，那就把他们一锅端了。冷霜，通知宣发部门，将林天刚画出来的那套顶级漫画 IP 与楚楚的神级单曲进行最高级别的深度绑定。我要让这2个核弹在同一秒引爆全网。明白，立刻执行。陆渊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在真正的暗网技术面前，他那点防线就像纸糊的一样。搞定！干杯！为了破晓的毁灭！他们的宣发端口已经被我完全堵死了，只要我按下发送键，他们的服务器就会瞬间瘫痪，所有数据清零。系统调取神级黑客技术专精，反向追踪敌方 IP 节点。正在追踪，已锁定敌方物理位置，正在强行获取敌方服务器最高权限。抓到你们了！冷霜，看看这些是什么？这是鼎盛护育残党这几年所有的偷税漏税阴阳合同，还有他们通过海外渠道洗钱的铁证，甚至还有他们用潜规则逼迫艺人的视频证据。陆总，您是怎么做到的？在我的领域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既然他们想玩断子绝孙的把戏，那我就送他们上断头台，把这些黑料打包发送给全国所有的主流媒体、司法机关，还有全网公开。今夜将是旧资本的最后一夜。陆总，敌人的服务器已经彻底被我们摧毁了，警方已经包围了他们的秘密基地。现在让楚楚的歌和林天的画上线。不，这是我的，这是我画的！陆渊，你个强盗，把我的作品还给我！完了，全完了！我可是气运之子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太燃了！这音乐简直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楚楚是什么神仙歌手啊？还有这漫画，画风简直吊打国外那些顶流。我们国内终于有拿得出手的原创神作了，破晓牛逼！神作降临，华语乐坛有救了！国漫之光，这才是真正的艺术。陆渊简直是文娱圈的救世主，那些旧资本活该去死！陆总，捷报！单曲《审判降临》上线1小时，全平台下载量破1000万，直接登顶全球流行音乐榜单第1。漫画 IP 首发阅读量突破2亿，鼎盛的残党已经全部落网，国内文旅圈的旧势力被彻底清扫干净了。陆渊哥哥，我们做到了！陆总，是您给了我新生。从今往后，楚楚的歌声只为您一人而战。国内的版图已经统一，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准备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让破晓的旗帜插满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检测到宿主完成阶段性制霸。开启终极版图任检测到宿主完成阶段性制霸，开启终极版图任务。终极版图全球制霸连环任务已正式开启。第一阶段目标：突破海外封锁，获取1亿海外真实人气值。任务奖励：未知超时代神级奖励。国内的池塘已经太小了，装不下破晓的巨龙。接下来，我要让全世界都听到破晓的声音。陆总，就在10分钟前，我们收到了这份加急交约函，发件人是星耀国际。星耀国际？那个掌控了全球70%以上文旅宣发渠道的海外巨头？没错，邀约函上名为合作，实则是最后通牒。他们要求破晓娱乐无条件交出审判降临及深渊行者等所有核心 IP 的海外独家代理权，并且利润分成是1-9开，他们9。这更不是合作，这是明抢。如果交给他们，破晓的心血就全成了他们的垫脚石。邀约函最后还附带了警告，如果我们拒绝，要将联合所有海外渠道对破雪进行全球范围的彻底封杀，我们的作品连国境线都跨不出去。陆总，楚楚不怕他们，大不了我再写100首歌，总有一首能冲破他们的封锁。我的声音只属于破晓。陆渊哥哥，雪儿誓死追随你。好一个星耀国际，在国内作威作福的旧资本刚被我踩死，现在又跳出来一群自以为是的洋垃圾。冷霜，准备车。
既然他们想玩，我就亲自去会一会这个所谓的国际霸主，看看他们的骨头有没有鼎盛互克那么硬。是，陆总。你就是那个最近在华国闹出点动静的陆渊，看起来也不过如此。签了他，这可是星耀国际给你们这种乡下公司的无上恩赐。威尔逊先生，19分的利润，还要买断所有 IP 的海外永久版权，这就是你们的诚意。诚意？这位美丽的女士，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在星耀的全球版图面前，你们薄商娱乐那点可怜的成绩，不过是新手村的运气罢了。华国市场算什么？如果没有星耀的渠道，你们那些破烂漫画和口水歌一辈子也别想走出国门。在海外，我让谁火，谁就能火；我要封杀谁，谁就得死。世界级资源，就凭你们这个快要漏水的破船，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在说，你今天出门前是不是忘了把脸带上？狂妄的黄皮猴子，你敢质疑星耀的实力？正在调用系统黑客引擎，星耀国际最高级机密数据库已破解，数据提取完毕。星耀的全球资源共享，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据我所知，你们亚太区和欧美区的业务壁垒比柏林墙还厚，欧美总部那帮老家伙根本就看不起你这个亚太区的混血儿。你怎么会有这些内部资料？上个月，你强推的那个高丽国女团在北美市场连前500都没进去，直接导致亚太区亏损3000万美金。你现在急着白嫖我破销的核心 IP， 就是为了填补你那惨不忍睹的财报空漏，去向总部那群老头子摇尾乞怜吧。原来如此，打着全球合作的幌子，其实是个快要被总部裁掉的丧家之举。闭嘴！这是商业窃密，信不信我立刻报警抓你们？报警？去报，顺便让警察查查你这几年利用职务之便在东南亚洗钱的那些烂账。一只随时会被宰掉的肥猪，也配跟我谈施舍？陆渊，你以为知道点内部消息就能威胁我？我告诉你，在海外宣发渠道上，星耀就是绝对的神。只要我一句话，我保证破晓娱乐的所有作品在整个欧美和亚太地区得不到哪怕1秒钟的曝光。我会把你们彻底锁死在华国那个泥潭里，让你们永远见不到太阳。星耀是神，那我就是神。破晓娱乐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我会亲自踩着你们星耀的尸体，把海外资本的旧规则砸得稀巴烂。冷霜，我们走。是。陆渊，我要你死，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立刻启动全球全渠道封杀令。对，就是华国的那个破晓娱乐，音乐、漫画、影视所有板块全面切断。我要让他们在海外网络上彻底查无此人。陆总，海外情报网传来消息，他们真的动手了。星耀国际刚刚下达了最高级别的封杀令，全球4大流媒体平台同时下架了我们的所有乱线预热，甚至连社交媒体上的讨论词条都被强行屏蔽了。想封杀我，你们对真正的力量一无所知。系统调出商店，兑换全球去中心化分发网络与神级多语言自动适配引擎，扣除5000万国内人气值，兑换成功。超时代降维打击模块已加载，把作品强塞进全球每一个网民的终端上。星耀的时代结束了，全网推送，给我爆！陆总，这怎么可能？星耀国际的防火墙号称全球第一，我们竟然直接越过了他们的服务器节点。防火墙在我面前，星耀的防御就像是纸糊的。既然他们想玩渠道封锁，那我就直接把渠给炸了。陆渊哥哥，我们的作品出海了！陆总太厉害了！神级多语言自动适配引擎正在实时转译涅槃。冷霜盯紧数据，我要让星耀国际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文化入侵。Oh my god， 这是什么？太不可思议了！这种音乐质感，这种画面表现力，破晓娱乐是华国的公司。该死！这群黄皮猴子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关不掉？
总裁不好了！我们的4大流媒体平台全部瘫痪了，破晓娱乐的底层代码像病毒一样，强行锁死了我们的播放端口。现在全球的用户只能看他们的作品。废物，一群废物，养你们有什么用？立刻启动备用服务器，把他们给我切断！没用的，他们的分发网络根本没有中心节点，我们甚至找不到源头。陆总，仅用时30分钟，我们在海外的讨论度已经登顶，星耀的封杀令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笑话？你不该回来的。这只是个开始。威尔逊这老狗急了，他正在联络海外版权联盟，准备利用线下实体渠道和跨国法律条文对我们进行2次绞杀。跨国版权官司一旦打起来，耗时极长，会对我们的资金链造成毁灭性打击。打官司？不，我要在他们最引以为傲的领域，把他们的骨头一寸寸敲碎。陆总，星耀国际已经正式向国际版权法庭提交了诉状，同时联合了欧洲和北美的3大实体发行商，全面抵制我们的所有后续作品。他们想用资金和人脉把我们活活耗死。冷霜，破晓国内的业务已经稳定，现在我要交给你一项新的任务。这是破晓在瑞士银行的离岸账户密钥，里面有50亿美金的流动资金，以及鼎盛互娱破产后被我秘密截留的所有不良债务链。从现在起，你就是破晓帝国的唯一财务掌门人。这些钱，还有那些欠下巨额债务的资本残党，他们的生杀大权全在你的一念之间。陆总，这太重了，您就不怕我拿着钱跑了？你是个聪明的女人，你应该知道，离开了我，你什么都不是。我要你的灵魂，你的野心，全部与我绑定。我明白了，陆总。很好，现在拿着这笔钱去采购。采购？把那些曾经依附星耀国际的国内走狗，还有鼎盛互娱那些还没死透的残党，全部给我买下来。不要他们的公司，只要他们的人，把他们变成破晓最底层的廉价劳动力。我要让他们在黑暗的流水线上终生卖身契，为我们的全球扩张做最下贱的苦力。如您所愿。我会榨干他们最后一滴血。星耀国际想用实体渠道封死我们，那我们就用绝对的硬实力把他们的壁垒炸烂。陆总，这首 Deep Sea 的编曲，这简直是神迹！这种级别的音乐，足以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榜单上乱杀。陆渊哥哥，我一定会把它唱到完美，绝不辜负你的期望。3天时间，我要看到成品。这首歌将是我们敲开海外线下大门的第一块砖。威尔逊先生向你问好。终于来了，带我出去。出去可以，但你得拿出投名状。听说陆渊正在搞一首神级外文新歌，把 demo 交给我。星耀国际保你下半辈子荣华富贵。陆渊那个畜生，把我当成狗一样压榨，只要能毁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这是破解终端，录音棚的内网每满凌晨2点会有10秒钟的重启见血。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插进去，把 demo 拷出来。好，但你们必须保证事成之后立刻派直升机来接我。我要去美国，我再也不想在这个地狱里待1秒钟了。放心，威尔逊总裁最重承诺，等破晓身败名裂，你就是星耀的功臣。陆渊，你的末日到了，我才是真正的主角。这条养不熟的狗，陆总，我这就去打断他的腿，把那个间谍揪出来。慢着，为什么要阻止他？可是，如果新歌的 demo 落入星耀手中，他们一定会抢先发布，反咬我们抄袭，到时候舆论的脏水洗都洗不清。你以为我会留下这么低级的破绽吗？系统提示：反制型诱饵程序已植入音频文件。系统里的东西，其实他们想偷就能偷的。我故意留出的安保漏洞，就是为了钓威尔逊这条大鱼。既然他们想要 demo， 那我就送他们一份大鱼。您是想将计就计？通知安保部，今晚凌晨2点，所有巡逻人员撤出录音棚区域。我要让林天顺顺利利的把那份催命符偷走。拿到了，我终于拿到了！陆田，这次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星耀国际年度巨献，跨国发布会将于2小时后揭露破晓娱乐的无耻行径。女士们、先生们，全球的媒体朋友们，今天我怀着极其痛心和愤怒的心情站在这里。破晓娱乐这个来自华国的不入流公司，不仅利用非法黑客手段攻击我们的网络，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即将发布的新歌完全是窃取了我们星耀季的核心机密。威尔逊先生，请问您有确凿的证据吗？证据？哈哈哈哈！当然有，我们耗资1000万打造的绝密单曲 demo， 竟然被破晓娱乐原封不动的盗走。
今天我就要当着全球网民的面播放这首属于我们星耀的原创神作，彻底撕下破晓娱乐的虚伪面具。星耀的新品发布会。陆总，他们真的要播了。好戏马上开场。现在，请全世界聆听真正的神级音乐。那笔5000万的账目洗干净了吗？东南亚那边的赌场账户必须做平，还有那个不听话的女艺人，给她下点药，送到那几个投资人的床上，拍好视频，我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拒绝。这是什么？关掉！快给我关掉！龙国算个屁！只要给钱，什么都能摆平。天哪，这是星耀高层史前和全速交易证据，快记录下来，快！陷害！这是陷害！切断直播信号，快切断！陆总，您的反制程序不仅替换了音频，还自动将这份录音打包发送给了全球200家主流媒体。现在推特和外网已经彻底瘫痪了。想跟我玩阴的，他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警报！检测到海外物理服务器集结点 C 制遭遇不明武装力量强攻。是威尔逊，他狗急太强了，想直接从物理层面摧毁我们的全球分发节点。既然他想玩硬的，那我就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降维打击。系统启动最高安保防御协议。把所有服务器全部关停，销毁所有存储装备，一点数据都别留。非法入侵者检测完毕，安保防御模式启动。我的手脚动不了了！见鬼！这是什么东西？撤！快撤！全完了，星耀100年的基业毁在了我的手里。威尔逊，你涉嫌巨额洗钱、雇凶伤人、强迫交易等多项重罪，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陆渊是个恶魔，你们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会吞噬一切的。恭喜宿主，全球制霸连环任务摧毁星耀国际大中华区已完成，海外热度与人气值已呈指数级爆发，当前人气值破万亿，神级全线商店全面解锁。陆总，星耀国际的股价已经跌停熔断，威尔逊被捕，其名下的资源和渠道正在被我们疯狂鲸吞。另外，林天在地下室试图反抗，已经被安保人员打断了双腿，重新锁起来了。林天不用管他，留着他那条贱命，让他一辈子在地下室里画稿还债，生不如死。国内的垃圾已经清理干净了，但星耀的海外总部还在喘气。您的意思是，带上我给你的50亿美金，还有那些刚刚签了卖身处的资本奴隶，立刻出海。我要你在北美和欧洲建立破晓的海外独立分部，凡是挡在我们面前的旧资本，统统碾碎。誓死追随陆总，踏平海外文娱圈。这个世界的文娱规则，从今天起由我陆渊来书写。神级全线商店已全面解锁，当前人气值12000亿，是时候让世界见识一下真正的降维打击了。神级虚拟现实舞台构建引擎，售价5000亿人气值，是否兑换？兑换。陆渊，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子！你以为搞垮了大中华区就能撼动星耀的根基吗？你这是在向整个国际资本宣战！在即将到来的全球文具大岭上，我会用星耀100年积累的工业碾压你，把你那可笑的破晓娱乐碾成齑粉！10亿美金，100年积累，你们那些散发着腐朽铜错味的工业流水线垃圾，也配叫文娱？你给我等着！我没时间听狗叫，洗干净脖子，准备迎接破晓的来临吧！星火计划正式启动。陆总，海外的渠道和审美和我们完全不同。他们真的会接受我们的音乐吗？如果我搞砸了，雪儿，看着我。
你记住，破晓从来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的审美，我们要做的是制定规则。你的声音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武器，不需要去讨好他们，而是要让他们在你的歌声中臣服。从今天起，不仅是国内，这颗星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只能听到破晓的声音。陆渊，你这个恶魔，你放我出去！我是主角，我才是天命之子。天命之子，你现在连一条会摇尾巴的狗都不如。看看地上的东西，这是星耀国际的最高机密，这是星耀即将发布的底牌。现在我要你日夜不休的临摹这些废稿，一笔一画的把他们工业流水台上的弱点全给我扒出来。不画，我绝不给你当后台，你杀了我吧！想死！你还没还清欠我的债。灵感榨取光环已激活，目标锁定凌天。停下！快停下！快停下！我的脑子要炸！好好享受你的剩余价值吧。陆总，我不行的，我只会写歌谣，我害怕镜头，我害怕那些外国人盯着我看，我配不上国际舞台，我会让破晓丢脸的。楚楚，你以为国际舞台是什么？是野兽的角斗场，你越怯懦，他们就越会把你撕成碎片。你曾经是生活在阴沟里的怯懦少女，但我不需要一个永远躲在幕后发抖的作曲家，我要你走向台前，成为让整个世界胆寒的王。已扣除500亿人气值，国际顶流气质塑造卡兑换成功。换上它，这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暗黑治愈系战袍。很好，这才是能撕裂海外防线的王炸。现在，你还害怕吗？不，陆总，现在该轮到他们害怕了。 The Phoenix 神级双女声交响曲，苏雪儿的高唱空灵，加上楚楚的深邃暗黑，我要你们双狮合璧，在即将到来的全球文娱大赏上，用这个把星耀国际的傲骨彻底敲碎。 你就是破晓娱乐的冷霜，理查德先生有令，北美不欢迎你们，马上滚回你们的大本营，否则这边的渠道和院线，你们一家也别想谈成。在破晓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滚”这个。冷霜女士，理查德先生已经向整个联盟下达了封杀令，星耀国际掌握着北美70%的片源，你凭什么认为我们会为了你一个外来人去得罪星耀？趁早放弃吧。 你们的电影在这里连一块屏幕都拿不到。这张卡里有50亿美金的流动资金。啊，50亿确实很多，但在星耀的怒火面前，这不够买我们的命。是吗？那这些呢？你怎么会有这些？这是犯法的。在破晓面前，我就是法。现在你们有2个选择：第一，接受我的50亿，交出你们手里半数的院线股权，成为破晓的附庸；第二，明天一早，这些资料就会出现在 FBI 的办公桌上。你们有1分钟的时间考虑。我签，我们签。 慌什么？冷霜被扔进哈德旭河了。理查德先生，出大事了！不是，冷霜用50亿美金强行收购了北美最大独立院线联盟50%的股权。他们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通了全渠道。这不可能！那些老狐狸怎么敢背叛我？不仅如此，破晓刚刚在全球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公告，宣布将在同一时间与我们进行跨国打擂。找死！既然他们急着送死，我就成全他们。立刻通知公关部，把深渊之主的全球首映会规格提升到最高级。我要让首映会的声浪彻底淹没他们。冷霜。 干得漂亮！接下来就看我的了。虚拟现实引擎全面启动，给我撕裂这片夜空！理查德先生，破晓娱乐刚刚宣布要在同一时间与星耀进行跨国打擂，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破晓娱乐
那不过是东方角落里的一只跳蚤罢了。今天，深渊之主将向全世界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工业奇迹，什么才是无法逾越的文娱巅峰。至于破晓，今晚过后，这个名字将从地球上被彻底抹告。我们是最棒的工业奇迹，那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神迹。神级虚拟现实舞台构建引擎，负载率100%，全息投影矩阵已激活，全球中心化网络劫持程序启动。女士们、先生们，见证奇迹的时刻！怎么回事？技术部，给我切断电源！In the shadows we rise, from the ashes we ignite。 上帝啊，这才是真正的音乐，这才是艺术！星耀的那些钻球的丑垃圾是什么 ？The Phoenix，The Phoenix！ 查德先生，完了，全完了！我们的直播热度被瞬间抽干，全网流量全部冲向了破晓的转播源。星耀的股价在暗盘已经崩盘了。不，这不是真的，陆渊是魔鬼。 他不可战胜！恭喜宿主，全球制霸连环任务，摧毁星耀国际北美总部已完成。当前全球人气值突破10万亿，恭喜宿主达成文娱主宰成就。我说过，这个世界的文娱规则由我来书写。 检测到高权限跨洋加密通讯请求，是否接入？来源：北美分部。接入。陆总，叶安，星耀北美的董事会已经被我彻底清洗干净，50亿美金的杠杆牵动了他们所有的核心资产。现在，北美的文娱命脉已经紧紧握在您的手中了。陆总，我可是为您打下了一片江山呢，这么大的功劳，您打算怎么奖励我？这漫漫长夜，若是您在我身边。 我一定会让您体验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帝王待遇。冷霜，收起你那套无聊的把戏。你记住，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包括你站立的资格，都是我赋予你的。做好你作为破晓风日的本分，不要妄图用你那点可笑的姿色来试探我的底线。我的帝国不需要被下半生支配的废物。对不起，陆总，是我僭越了。您的意志就是我唯一的信仰，请您责罚。只有绝对的冷酷，才能铸就绝对的忠诚。 这把刀还需要打磨得更锋利些。下不为例。现在汇报欧洲那边的动向。是，根据我们截获的情报，星耀虽然在北美溃败，但他们在欧洲的残党依然不死心。那群老旧资本家正在暗中集结资金，似乎准备在我们的新项目上制造巨大的负面舆论，企图阻击我们的全球化扩张。垂死挣扎，正好，我要给他们准备一座华丽的坟墓。传我的命令，即日起。 在国内星芒学院正式启动星火计划全球一生特招会，我要将全世界最顶尖的造星血脉全部垄断在破晓的麾下。明白，我会立刻将特招会的消息推放到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另外，把消息重点透露给星耀的欧洲残党，我倒要看看这些下水道里的老鼠敢不敢来我的地盘上撒野。 检测到宿主正式启动星火计划全球制霸连环任务最终环，肃清旧神已触发。任务目标：彻底摧毁星耀欧洲残党，确立破晓娱乐在全球的绝对统治地位。任务奖励：未知神级模块。就是，在这个时代，只有我才是唯一的神。各位观众，这里是华夏星芒学院破晓娱乐星火计划全球特招会的现场，太疯狂了！ 全世界的文娱天才都在向这里涌来。据悉，这是文娱霸主陆渊亲自下达的指令，旨在选拔全球最顶级的未来巨星。如果能被破晓娱乐选中，无疑是一步登天。哼，这种破地方，求我们来都不来。你们太嚣张了！这里是破晓的地盘，
轮不到你们仨爷！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也妄想成为巨星，简直是做梦！是雪儿，是楚楚，双主降临了！把手放下，在我们破晓的地盘上大呼小叫，看来你们欧洲的规矩教的不是很好啊，需要我亲自教教你怎么当狗吗？你们敢威胁我？我们是来参加考核的，你们莫想娱乐难道要仗势欺人吗？考核看的是实力，不是犬吠。滚回队伍后面去，再让我听到一句废话，我保证你会永远在这个世界上失去发声的权利。嚣张吧，尽情的嚣张吧！等上了舞台，我要让你们破晓娱乐在全球观众面前彻底变成一个笑话。警报！警报！神级黑客引擎检测到未知异常数据包，正在尝试接驳物理砖口。位置：考核舞台后出区。果然是最低级的手段。星耀的这群老狐狸，就只剩下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了吗？检测到高危毁灭级，该病毒旨在瘫痪全球直播分发网络，并篡改主屏幕画面信息，是否立即进行拦截并摧毁？拦截？不，为什么要拦截？既然他们想演戏，那我就给他们一个最大的舞台。系统，关闭外围防火墙拦截，放病毒进来，同时启动反制捕捉模块。给我把这只老鼠背后的服务器老巢。指令确认，外围防火墙已放开，反制捕捉模块已启动，正在进行深度数据溯源。接下来有请第404号练习生，来自欧洲的伊娃小姐，为大家带来她的考核表演。全球的观众们，你们都被破晓娱乐骗了，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文娱救世主，他们是践踏艺术的黑手。今天我就要这里路渊虚伪的面具，让你们看看破晓娱乐真正的丑恶嘴脸。让他演完，谁也不许动。你们怕了吗？没用的！现在我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你们的罪证！崩溃吧，毁灭吧！属于破晓的时代将在这一秒终结！伊娃，记住，把病毒植入破晓的主机。只要让他们的全球直播瘫痪1分钟，我们星耀欧洲分部就有理由在国际法庭上控告他们操纵数据。事成之后，3000万欧元立刻打入你的海外账户。无耻！星耀的残党居然用这种下刀的手段，把这个卑鄙的女人赶下去，送她去坐牢！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们怎么会？我的病毒明明是无敌的！无敌的病毒？星耀的那些老骨头大概不知道，在绝对的技术碾压面前，你们的阴谋就像3岁小孩的玩具一样可笑。陆总，求求您原谅我，我都是被逼的，是他们用钱诱惑我，我再也不敢了。我宣布，从即刻起，伊娃及其相关团伙将被破晓娱乐全球永久封杀。不仅是在文娱界，我要你们在任何行业都永无立足之地。反制捕捉已完成，星耀欧洲残党核心服务器坐标已锁定，执行毁灭指令。星耀的残党们，既然你们敢伸出爪子，那我就把你们连根拔起。今天就是你们这些旧日毒瘤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日子。摧毁进度100%，目标服务器集群已物理熔毁，数据已全部清空。星耀欧洲残党覆灭。旧时代的残党已被肃清，这颗星球的文语规则从今天起只刻着2个字：破晓。旧神的黄昏，就是破晓的黎明。诸位，享受这个新时代吧。陆总，您的意志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楚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曲子，让全世界都听到破晓的声音。这只是个开始。今晚，破晓大厦顶层召开全球高层会议。陆总，坐。星耀的残党已经彻底清扫干净。从今天起，全球文娱市场的规则由我们破晓来书写。为了巩固这个新一员，我决定对破晓的核心资产进行重新打牌。冷霜，在，陆总。你主导了北美市场的院线收购，又掌控了欧洲的财务命脉。从即刻起，破晓全球资本运作中心由你全权接管。我转让给你15%的洲际核心股份。苏雪儿、楚楚，你们的声音和才华
是破晓最锋利的剑。全球音乐版权库及衍生虚拟现实项目，你们各占10%的干股。以后你们就是破晓的半个股。陆总，雪儿这条命都是您的，我只要能为您唱歌就够了。他太贵重了，楚楚不敢要，楚楚只是一直想报答您的恩情。我给你们的就拿着，我要你们站在最高处，俯瞰那些曾经轻视你们的人。气运之子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是时候榨干了。除了你们，我们还有一位特殊功臣。为了庆祝破晓的全球霸权，我也必须给他一个体面的任命。陆渊，你这个混蛋，我才是主角，我一定会东山再起，我要把你踩在脚下。这就是曾经那个不可一世的林大才子，现在连条狗都不如。明天听得到吗？陆渊，你又想干什么？你干脆杀了我！杀你？那太便宜。今天破晓全球高层都在看着你这种地狱级的直播，我正式任命你为破晓底层还债组的组长。你欠破晓的13个亿，这辈子都还不完。你就带着这个光荣的头衔，在阴沟里画到死。哦，对了，为了防止你偷懒，全球分部的员工都可以随时切入你的直播间，监督组长的工作。崩溃吧，这只是绝望的序曲。组长，地狱直播，陆渊，你把我当猴耍，夺走我的一切，还要让全世界看我的笑话。李天，你欠我们黑龙商会的利息已经逾期3天了，明天再见不到钱，我就把你身上的零件拆下来去黑市卖。再宽限我几天，我一定能翻身。翻身？你现在就是个被破晓圈养的畜生，全球都在看你的直播，你拿什么翻身？等死吧！反正横竖都是死。陆渊，就算下地狱，我也要拉着你垫背。这是我当初私吞的最后200万美金，本来想用来逃跑的，买一条命足够了。陆总，您的手段真是犹如神明。如今全球文娱界，谁听到破晓的名字不抖上3抖？我敬您一杯。陆总，安保部门刚刚拦截到一组异常的网络信号，似乎是从林天的地下室发出的，连接了境外的暗网。哦，那只丧家之犬终于按耐不住要咬人了吗？要不要我立刻派人去把它处理掉？不用，猎物在临死前的绝地反击才最精彩。通知所有人，宴会继续，我要亲自去会会他。陆总，您要一个人出去吗？太危险了，让保镖跟着你。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没有危险。你们乖乖待在这里。死吧！只要你死了，我失去的气运就能全部回来。得手了！警告：检测到致命物理攻击，神级被动防御立场自动驱动。什么？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拿了200万美金就敢来送死，林天的钱真好赚。这不可能！那是实力极强的顶尖高手，陆渊他太强了。找到你了。冷霜，启动天网最高权限。陆总，安保系统已全面上线，是否直接击毙目标？不，别让他死得太容易。锁死市区所有主城的高速入口，瘫痪他的导航信号，把这只老鼠赶到城郊的废弃烂尾楼区去。明白。猫鼠游戏正式开始。逃，必须逃！离开这座城市，我就还有机会。前方道路封锁，左转，右转。滚开！都给我滚开！
路了，这是绝路。还好，我早就在这里藏了后手。陆渊，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今天就算粉身碎骨，我也要让你这个反派付出代价。不是让你们留在宴会厅吗？陆总，您在哪儿？雪儿就在哪儿。我们也要亲眼看着这个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是怎么落得这般下场的。陆渊，你终于来了！看看这是什么！陆总小心，他身上有高档量爆破物。承重柱上也有，怕了吧？这里被我布满了炸药和信号屏蔽器，只要我大拇指一按，整栋楼都会轰然倒塌。你们这两个贱人也来了，正好，大家一起死！我要让整个破晓娱乐给我陪葬。同归于尽。林天，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你连做我垫脚石的资格都不配。还敢嚣张？信不信我现在就按下去？大不了一起死！陆总，太危险了，安保人员已经就位，狙击手正在找角度，您退后。别跟过来！别过来！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按下去了，我真的会按下去。神级黑客引擎已启动，检测到低级无线电起爆信号，信号覆盖中，所有起爆终端瘫痪完毕，物理引线已锁定。去死吧！一起下地狱吧，陆渊！怎么回事？为什么没反应？炸！给我炸！怎么，你引以为傲的最后底牌，就只是个哑炸吗？你是不是一直觉得自己是天命之子，觉得所有人都该围着你转？我告诉你，从你试图剽窃算计雪儿的那一刻起，你在我眼里就只是个提供乐子的跳梁小丑。你的尊严，你的骄傲，你所有的亲手一点点碾碎了。我是废物，我什么都不是，求求你放过我，我给你当狗，我。把他送进破响最底层的绝密精神病院，让他一辈子对着墙壁画画，永不见天日。陆总，最后的清扫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林天已经被关押，星耀残留的海外院线和版权库在今晨6点已经全部并入破险的版图。现在全球80%以上的文娱资产都在我们的绝对掌控之下。陆总，如果没有您，雪儿可能早就死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了。破晓的歌声会永远为您而唱。楚楚也是，我们要一起创造出最完美的作品，让整个世界都感受到破晓的光芒。检测到宿主已彻底肃清旧有资本毒瘤，成功改变原世界必死反派结局，终极成就文娱主宰达成，人气值突破10万亿大关，神级权限已永久解锁。穿越成反派又如何？天命之子又怎样？在这场权力的游戏，只有绝对的实力才是唯一的真理。旧的时代已经被我亲手埋葬，从今天起，属于我陆渊的神话才刚刚开始。陆总，星耀虽然覆灭，但我们在接手欧洲和北美院线时，遇到了一股不明资金的强力阻击，对方形势极其隐秘，像是传说中的暗网资本，一群见不得光的老鼠罢了。这是什么？破晓全球矩阵15%的绝对控制权，还有星耀欧洲留下的所有隐秘资产的独立折派权。陆总，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我给你的，你就拿着。这场针对旧有资本的清算才刚刚开始。从今天起，你不仅是破晓的财务掌门人，更是我手中制衡全球资本的最利之剑。拿稳了，别让我失望。誓死追随陆总，雪儿也会永远陪在陆总身边，做您最锋利的矛。楚楚的音乐只为您一个人盛放。
总，小心！他们是什么人？陆总，小心！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真以为破晓是软柿子吗？看来暗网资本这群躲在阴沟里的老鼠，终于按耐不住了。车里的人听着，交出破晓的核心数据，否则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检测到宿主遭遇恶意袭击，神级权限已自动齐活，是否启动电磁脉冲反制？启动。我的手，怎么回事？资本养的狗，胆子倒是不小。你怎么知道？我不光知道你们是暗网资本的人，我还知道你们现在正在围堵国内最后一家百年国风老字号华银阁，企图用所谓的泄密指控逼迫他们破产千万身兆，对吧？冷霜，通知所有人立刻前往华银阁。老阁主，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呢？你们华银阁的曲谱已经被证实涉嫌窃取我们海外子公司的商业机密，只要这泄密指控一公开，你们百年的招牌就彻底砸了。一派胡言！我们华银阁的曲谱世代相传，岂是你们这些西洋资本可以污蔑的？老东西，时代变了，你们这是巧取豪夺！现在西方流行乐才是主流，你们这些破烂民乐早就该扫进垃圾堆了。签了这份卖身契，把华银阁的资产全数抵押给我们，否则我保证你们明天就会因为巨额赔偿去吃牢饭。给我按住他的手，签字。吃牢饭？我看该吃牢饭的是你们。你是什么人？敢管我们暗网资本的闲事？就凭一份伪造的泄密指控，也想吞下华银阁？你疯了！你知不知道得罪我们 X 网资本的下场？还在拿暗网吓唬，真是可笑。从现在起，华银阁归我破晓娱乐庇护，谁敢动这里的一草一木，我就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好，你给我等着，我们走。这位先生，多谢您出手相救，但暗网资本势力庞大，只怕会连累了您啊。老阁主不必担心，他们要毁了国风，那我就偏要让国风成为这个世界的新潮流。楚楚，过来，3日后，破晓将为华银阁举办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秀，我要让全世界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东方神话。陆总，您的救命之恩我们没齿难忘，但要说办什么大秀，还要把我们的传统民乐和那些吵闹的电子乐混合在一起，这简直是胡闹。陆总，师弟的话虽然难听，但也是实情。民乐讲究意境，强行柔和，只怕会画虎不成反类绝啊！意境？你们固步自封，连饭都吃不上了，还谈什么意境？时代在变，你们不去适应，就只能被淘汰。暗网资本之所以用所谓的泄密指控拿捏你们，就是因为你们太弱了。消耗1000万点人气值，神级企划案赛博国风兑换成功。这里面的企划案叫做赛博国风，它将重金属电音全息投影与你们的传统民乐完美融合。这不是亵渎，而是进化。这怎么可能？民乐竟然能迸发出如此恐怖的张力！从今天起，国风复兴项目正式启动。楚楚在，我正式任命你为该项目的总组长，全盘主导编曲汇编。雪儿会配合你进行演唱。我要你在3天内把这份企划变成震惊世界的完美作品，你能做到吗？陆总放心，楚楚绝不会让您失望，哪怕拼了这条命，我也要把最震撼的音乐带给这个世界。华银阁全体弟子全凭陆总差遣。暗网资本准备迎接你们的末日吧。不过暗网那群狗可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翻身，好戏才刚刚开始。太棒了，雪儿姐就是这个感觉，民乐的魂，电音的骨，完全契合了。多亏了你的神级编曲，只要陆总的全息设备一到，这场大秀就完美了。可是运送设备的货车到现在还没消息，不会出事了吧？情况不对，注意避让。
目标即将清除，全星设备马上损毁。陆总，快闪开！找死！警告：检测到致命撞击，绝对防御力掌已开启。暗网资本，你们最后的挣扎到此结束了。今晚，我要让你们彻底灰飞烟灭。这些水军全是暗网资本买的。陆总说了，不用封号，让他们跳。等大秀开始，我要让他们把脸都打肿了。涅槃之火，燃尽虚妄，东方神鹰，震慑八荒。是时候给旧时代画上句号了。各位，刚才的演出精彩吗？但有人却觉得这很刺眼。他们不仅伪造所谓的泄密指控，企图吞并华阴阁，甚至在几个小时前派杀手制造车祸，想要我的命。这些就是暗网资本垄断全球文化产业、洗黑钱，甚至雇凶杀人的铁证。他们所谓的泄密指控，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窃取他国文化遗产的无耻行径。太卑鄙了！严惩暗网资本！破晓娱乐干得好，揭发这些吸血鬼！我陆渊在这里宣布，破晓娱乐正式对暗网资本宣战。所有涉案证据我已经同步发送给全球国际刑警总部。暗网资本，你们的末日到了！陆总，国际刑警已经查封了暗网资本在全球的所有据点，高层全部落网。我们破晓的股价连拉10个涨停，华阴阁的国风音乐已经登顶全球各大榜单。现在，您不仅是全球流行乐的主宰，更是国风复兴的绝对教父。陆总，您的时代真的到来了，我们做到了。检测到宿主彻底粉碎暗网资本，国风文化登顶世界之巅，终极隐藏救双料文玉主宰达成，气运之子残存气运已彻底清零，宿主已成为该世界绝对唯一真神。穿书成反派必死，可笑。这世界终究是由强者来书写的，属于反派的神话才刚刚开始。检测到宿主已达成双料文娱主宰成就，世界线发生重大偏移，全新终极任务链触发，降维打击，缔造文娱元宇宙。任务目标：打破旧有物理硬件桎梏，将全球文娱产业带入全息虚拟时代，成为掌控全人类娱乐终端与内容的降维造物主。缔造文元宇宙有点意思，看来单单掌控内容还不够，连播放内容的屏幕我也要一并捏在手里。我是冷霜，说什么？他们怎么敢单方面毁约？给我稳住渠道商，我马上处理。陆总，出事了。说。以刚刚接到海外分部为首和国内各大区负责人的紧急联合财阀，突然在半小时前毫无预兆地切断了破响娱乐在全球的所有 VR 和 AR 核心硬件供应链。切断供应链，那我们接下来的新专辑实体终端和线上虚拟演唱会计划全部被迫停滞。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下架了我们在各大应用商店的破仙鼠播放插件。他们这是察觉到了我们进军硬件终端的意图，想要联手把我们锁死在内容提供商的底层，让我们永远只能看他们的脸色吃饭。三大科技财阀垄断了全球90%的高端显示面板和感应芯片，现在我们的代工厂全部停工，预售的5000万套全户观影设备如果无法按时发货，破晓将面临高达100亿违约金，信誉也会遭遇毁灭性冲击。创世纪科技，那个靠着窃取用户数据发家，自诩为科技界上帝的毒瘤，正是他们。亚太区总裁高明元已经放出话来，如果破晓不妥协，市面上将不会有一块屏幕属于破晓。妥协，在我陆渊的字典就没有这2个字。他们以为掌握了那点落后的废铜烂铁就能卡住我的脖子，可笑。可是陆总，芯片和硬件的研发需要10几年的技术积累，我们现在……谁说我要用他们那种原始的技术？冷霜，马上以破晓的名义发布公告，请您吩咐。3日后，破晓将召开全球发布会，推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元宇宙终端设备。3日后？这怎么可能？陆渊，陆大总裁，听说你要自己造硬件，你是想笑死我，好继承我的遗产吗？
高明远，你敢带人强闯破晓总部，你这是私闯民宅，我可以立刻报警抓你。冷大经纪人脾气还是这么火爆，报警你去报啊！我只是来和陆总谈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罢了。陆总，名人破晓的内容确实做得不错，华英阁那场大秀也确实惊艳，但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妄图染指硬件市场。那是我们3大财阀的蛋糕，你一个唱歌跳舞的也都上桌。说完了。这份是股权长协要你签了字，无偿转让破晓娱乐70%的绝对控股权给创世纪，我马上恢复你们的供应链。不仅如此，我保证你们的歌和电影能在全世界的每一块屏幕上播放，怎么样？我够仁慈了吧？70%的控股居权，你不如去抢。破晓是陆总一手建立的心血，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来摘桃子？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陆渊，我只给你3分钟考虑，不签字，你们破晓的元宇宙计划就是个笑话。没有设备，你们那些所谓的神级音乐，就只能去天桥底下唱给要饭的听。高明远，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陆渊，你找死！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教教他怎么做人。系统技能力量强化已激活。你居然敢动手！回去告诉创世纪的那些老骨头，时代变了，从今天起，文娱册规矩由我陆渊来定。至于你，滚！陆渊，给我等着！我要让你们破晓造不出一台设备，我要让你们在全网身败名裂！把他当死狗一样扔出破晓大厦。冷总，我们的预售退款率正在飙升，股价开盘就跌了3个点，网友们都被创世纪的水军带了节奏。高明远这个卑鄙线人，居然动用了全球上千家媒体进行抹黑。不用管那些水军，陆总交代过，不予理会，盯紧盘面，稳住核心粉丝。系统打开商店，兑换量子级生物芯片图纸与全息脑机接口技术，消耗5000亿人气值，兑换成功。相关技术资料已传输至宿主大脑及加密云端。陆总，这是什么？这是能够彻底埋葬创世纪科技的武器。我昨天已经让冷霜暗中全资收购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军工及晶片厂，这些图纸就是我们反击的子弹。初代破晓换进脑机接口测试机，它不需要任何屏幕，直接将视觉、听觉甚至视觉信号传输进大脑神经。敢不敢做第一批试用？只要是陆总给的，楚楚什么都不怕。我的声音属于您，我的意识自然也愿意为您效劳。放松，闭上眼睛。这是假的，可感觉太真实了。我的触觉，我的呼吸，甚至连重力都太美了。陆总，这就是您说的天蓝星域演唱会现场吗？在这里创作音乐，简直就像是在梦境中当造物主。雪儿、楚楚，准备好用这片星空去征服全世界的耳朵了吗？陆总，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老板交代了，炸毁里面所有的生产线，把技术资料硬盘带走。行动快点，速战速决。有自动防护系统，停止前进。陆总，冷总，有不明黑客团队正在对我们的核心服务进行最高级别的 DDoS 攻击，同时在尝试破解我们的防火墙，企图脱取技术资料。高明远还真是狗急跳墙了，物理破坏不成就玩网络战。既然他们找死，我就成全他们。神级黑客反制引擎已激活，反追踪开始，防火墙转为反击模式。找到你们了，位于北美创世科技总部地下3层的机房。现在尝尝你们自己种下的苦果吧。指令，再烧毁。不止如此，陆总，您直接把他们的物理服务器烧毁了。我已经顺手牵羊，拷贝了他们内部所有的绝密文件。创世纪科技窃取全球10亿用户隐私录音，操纵全球科技股爆掉的内部会议记录，甚至雇凶暗杀竞争对手的转账凭证，全都在这里。陆总，有了这些黑料，创世纪科技将永不翻身。去准备明天的发布会吧。高明远既然喜欢看戏，明天我就让他看一场终生难忘的好戏。高总，我们雇的1000万水军已经在破晓的各大直播间就位了，只要陆渊拿不出真东西，我们马上就能用口水淹死他。他能拿出什么？几张 PPT， 还是几个破塑料壳子？今天就是破晓的死期。欢迎各位来到新时代。我知道很多人在等看我的笑话。创世纪科技甚至端言破晓造不出一台设备。废话不多说，今天我将向全球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我的天，这是什么？全息投影？不，这太真实了，我甚至能感觉到风。在这破晓的星域，生命一样依靠。这不可能！脑机接口及全呼技术领先地球10年，
这怎么可能？高明远，你觉得这场戏如何？创世纪科技垄断硬件，窃取隐私，雇凶杀人，铁证如山，已同步发送全球联合调查局。不，完了，全完了！旧的科技财阀已经崩塌，从此刻起，掌控全人类娱乐终端与内容的，只有我破晓娱乐。文旅元宇宙正式开启。陆渊，你别以为你赢了。你不过是弄出了个噱头，没有创世纪的供应链，你的破晓幻境根本无法量产。你以为靠 PPT 和几个样品就能满足全球几十亿的市场吗？你的资金链迟早会断裂，你会死得比我惨10000倍。高总，你的思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原始社会。0.98秒，1000万台设备瞬间秒空，这产生的现金流简直是天文数字。顺便通知你一声，破晓在全球布局的全自动量子黑灯工厂，已经在半小时前全盛时期的10倍。10倍？全自动量子工厂？这不可能，人类怎么可能掌握这种技术？带走，别脏了破晓的地盘。诸位，准备好迎接破晓的狂欢了吗？散会。今天这场降维打击，你们2个功不可没。这是元宇宙计划首批的利润分红，每张卡里10个亿，拿去随便花。谢谢陆总，雪儿的命是您的，只要您需要，雪儿随时为您献唱。楚楚，怎么了？嫌少？不是的，陆总，我不能要这笔钱，一旦进入我的名下，立刻就会被他们强行划走。你妈死了，这笔钱就得你来还书，签了这份连带巨额债务，否则今天就把你卖到窑子里去。今天是停止执行最后期限，如果我还不上，他们就要全面封杀我，甚至拿走我所有的音乐版权。帝国银行，看来是那群海外旧资本残党贼心不死想动我的人。帝国银行好大的威风，连我破晓首席作曲师的主意都敢打。拿上卡，跟我走。陆总，你要做什么？他们背后是海外的深渊财阀，势力非常庞大。去教教他们，在这颗星球上，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归主。楚楚，抬起头来。从今天起，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你是破晓的人，除了我，连神都没有资格让你低头。是，陆总。尊贵的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办理提前结清债务业务，带路 VIP 室。这位是森川小姐吧？您的债务情况比较特殊，请随我来顶层的高级 VIP 室，赵科长已经在等您了。这位先生看着面生啊，森川小姐，你这是带了什么阿猫阿狗来替你出头？我是来还款的，这里面有10个亿，足够结清我母亲当年留下的所有连带债务。把解约书给我。森川小姐，你是不是在娱乐圈里唱歌唱傻了？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菜市场吗？想还就还。根据你当年签下的补充协议第10条，帝国银行有权拒绝你的提前还申请。不仅如此，鉴于你现在是破晓娱乐的首席作曲家，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你名下的所有资产，包括这张卡里的钱，从现在起被我们全面冻结了。你无耻！当年那份协议根本就是你们设下的骗局，你们这是明抢。抢你又怎么样？不过是破晓养的一个戏子。帝国银行背后站着的可是海外的深渊同盟，你以为破晓那个叫陆渊的暴发法尔能保得住你？哦，深渊同盟听起来很吓人。小子，我不管你是谁，敢在帝国银行撒野，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死字怎么写。来人，把这2个闹事的给我抓起来，打断腿扔出去。陆总小心！不知死活的蝼蚁，既然你们想玩，那就玩把大的。检测到宿主指令，神级黑客引擎已全面启动，正在强行破解目标网络。赵科长，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抢劫吗？这不可能！这是帝国银行最高级别的 S 级机密防火墙，你怎么可能攻破？快切断电源！关闭屏幕也没用。这些信息已经同步提交给全球媒体与金融监管中心。赵科长，你觉得为了维护规则，监管机构会如何处理？陆总，抱歉，是我们管理疏忽，这完全是误会。你怎么能如此失礼？陆总是我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立刻道歉。请把楚楚当年的原始合同取来，我要现场核对。是，我马上取来。陆总，谢谢你。从今往后，楚楚的命、楚楚的灵魂、
楚楚写出的每一个音符都只属于您一个人，哪怕前方是地狱，我也绝不退缩。记住你的话，走吧，该回去工作了。警告：检测到海外高危物理劫正在逼近破晓核心节点。